知人知面不知心，畫龍畫虎難畫骨啊。為什麼說這個人啊，一旦有了大錢，或者是一旦这个地位高了以後，甚至是做到了那種頂尖的位置，都變成了孤家寡人了呢？很多人呢就會發現，你從小認識的或者是自家的這個親戚，到了一定的位置以後呢，他就會逐漸的變得無情冷漠。別人可能都覺得他已經是看不上當初跟他混的這些窮親戚和這些小夥伴們了，是吧？可是呢，其實呢，有人性方面來講，他也有他的無可奈何之處，因為有太多的案例，就是從小在一起的夥伴啊，或者是這個創業的同事，在一個人大富大貴之後，而他呢形成了極大的落差以後，於是那種原來的友情和親情就變成了赤裸裸的嫉妒和恨，很多的悲劇都是由此而來的。今天呢，咱們就要說有一個著名的中國的公司叫做三體宇宙的，他的總經理把這個董事長給毒殺了的這個案件。今天傳來的消息，這個案件迎來了大結局。2026年的5月21號，經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三體宇宙原 CEO 許堯因為故意投毒致游族網絡董事長林奇死亡，並造成多人中毒，今天被執行死刑了。到底是怎麼回事呢？我們先來看看這個案件的經過。給他一次報復老板的機會，他能網購100種毒藥毒害老板。他被稱為中國版的絕命毒師，同時也是年薪2000萬的海歸博士，但他卻精心謀劃了一起毒死自己老板的慘案。當年這起案件的轟動程度可不小，只因這個老板的身份來頭可不小。此人名字叫林奇，年僅39歲的他，身價高達68億，游族網絡公司的創始人，同時也是三體的版權擁有者。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三體是什麼，簡單點說，就是外星文明以及宏大的世界觀，反正是一個很牛的東西。而且咱們今天的案件跟這個三體還真脫不了關係。那麼我們這位中國版的絕命毒師為何要毒害自己的老板呢？瓜子、花生，準備好了解咱們這個中國版的絕命毒師叫許堯，出生於1981年，2003年畢業於西南政法大學法律系，曾在漂亮國擔任過律師，不久後回國，在某集團從事法務工作，任職事務部的總經理。這時候的他還是個碌碌無名之輩，但這時候的林奇開創的游族公司可謂是風生水起，賺得盆滿缽滿。也就是這時候，眼光獨到的他看到星球大戰和漫威系列的巨大成功，說白了就是這些 IP 系列電影背後的商業價值無可估量，讓他看到了巨大的商機。於是乎，他也想要創造出屬於自己的 IP 帝國，所以不久後，他把目光鎖在了劉慈欣的《三體》上。那麼第一步肯定是拿下《三體》的版權，但殊不知，此時《三體》的版權早就不在劉慈欣的手上了，而是在北京導演張帆帆夫婦之手。通過了解，這位張帆帆導演雖然沒啥好作品，但是此人眼光卻十分獨到。早在2009年的時候，他就找到劉慈欣，以10萬元左右的價格買下了《三體》的版權。所以林奇只能是聯繫這個張帆帆導演，想出巨資買下《三體》的版權。但奈何張帆帆也知道這《三體》背後的商業價值之龐大，所以跟林奇提出了一個要求，那就是必須由自己當導演。在巨大的商業價值下，兩人還是一拍即合。於是在2014年8月26號，林奇對外宣布他成立了游族影業公司，並宣布將投資2億元拍攝《三體》，而且還要連續拍個6部，也就是將投資12億元去拍好《三體》這個科幻題材的電影，並揚言是中國史無前例的科幻大片。可說是那麼說，奈何導演張帆帆的科幻功力未到家，把《三體》拍的就像部 PPT 一樣。說的直接點，題材是好的，但是拍成爛片了，甚至成為了業內人士的笑柄。這個操作差點把游族影業幹倒閉，所以影視版的《三體》只能被擱淺在一邊了。可不久後，《三體》這個科幻題材的故事卻榮獲了第73屆雨果獎最佳長篇獎，銷量直衝亞馬遜圖書榜第1，
就此三體名聲大噪，響徹整個世界。也就是這時候，某大公司的商業大佬找到了林奇，希望與他合作，趁這股熱度把電影版本系列拍攝出來，做大做強。不用想，早就看好三体商業價值的林奇不可能会把这个蛋糕分享出去，而且他还要把所有的版权問題解決，打造出只屬於個人的 IP， 所以他下定決心要把電影版權買斷。於是林奇就找上了張帆帆談判，可這次的張帆帆獅子大開口，要的版權費達到了一個恐怖的數字，就連身價幾十億的林奇都接受不了。此時一個重要的角色出場了，那就是我們前面介紹的許堯。當時的他身為海歸博士，並有着深厚的法律知識，林奇也覺得此人是個人才，所以就以2000萬的年薪讓許堯以法務總監的身份加盟了游組。最終在許堯長達半年之久的幫助下，林奇以 1.2 億元的價格拿下了三體的版權。就此後便決定大幹一番。2018年12月份，林奇成立了三體宇宙文化有限公司，並安排許堯擔任 CEO， 負責三體的開發以及 IP 的孵化。可畢竟是律師出身的許堯，三體的開發項目並沒有他所想的那麼簡單，所以成績也就越來越不理想。於是林奇就開始對許堯施壓，不斷的壓榨，而且通過了解，由於許堯負責的三體拿不出什麼好的成績，所以薪資待遇也越來越少。當時承諾的2000萬一年，到了年底拿到手的也就50萬。也就是此時，許堯萌生了一個可怕的想法：憑什麼我認苦認老，忙東忙西的為你拿下三體的版權，最後換來的卻是如此待遇？於是許堯決定讓林奇永遠消失。他先是申請了160多個手機號碼，並在上海的青浦設有一個專門的制毒工廠。他先是開始研發各類的毒藥，並把這些毒藥用在貓狗的身上進行試驗，證實有效後，便開始了他的投毒計劃。他先是將預先準備好的一瓶益生菌藥丸送給林奇。據了解，這樣的瓶裝益生菌有30粒，但裡面的部分藥丸其實早就被他下了毒。為了讓林奇能夠早點服用，他還好心的跟林奇的助手叫他督促老闆按時服用。很快林奇突然發病，並緊急送往醫院，可卻為時已晚，因為醫生赫然在林奇體內檢測出5種毒物，最終搶救無效，在2020年12月25日因中毒太深搶救無效而死亡。而民警也根據線索很快就鎖定下毒之人的許堯，第一時間把他捉拿歸案。但此時的許堯早已經想好了如何逃脫法律的制裁。他先是做出了大量的精神鑑定，然後再聘請了高級律師團隊為自己洗脫罪名。許堯作為高管怎麼會想到網購毒藥？這不擺明了會被抓到證據嗎？這樣的蠢蛋能拿到幾千萬年薪嗎？因為許堯壓根就沒打算藏，他認為就算警方有自己的犯罪證據，自己也會被無罪釋放。為什麼？因為許堯是學法律的，他從西南政法大學畢業後，又去了美國密西根大學和法國保羅塞尚大學的法學院求學，可謂中西法律皆通。許堯堅持零口供，然後聘請了頂尖的律師團隊，並且找了多家機構給自己認定為精神病。他要給自己做無罪辯護。法律學霸準備單挑整個中國司法，然而他忘記了，我國法官可不是西方陪審團，不會被輕易忽悠。法官重新給他做了精神病鑑定，自然是沒通過。最終許堯被判處死刑。著名法學家麥格阿瑟表示，一個學霸準備在中國套用西方法律，只能說有點帶，但法決不向不法讓步，最終因性質極其惡劣，影響空前之大，在2024年3月22日上午10時，以故意傷害罪致4人中毒，其行為構成投放危險物質罪，依法應數罪並罰，判處死刑。就此本案結束。不可面相，心更不可猜透，所以防人之心不可無，切記。林奇去世以後呢，公司呢由他的3名子女繼承了股份。三體的 IP 開發呢，後續由騰訊、奈飛等接手。林奇沒有看到這個 IP 在這個影視大熒幕上大放光彩的一天。許堯案以死刑告終，但留下了對職場的邊界、劇毒物的監管以及人性底線的沉重警示。精心策劃的商戰淪為犯罪啊！司法對生命尊嚴的守護，正義或許遲到，但是不會缺席。可是當事人也永遠的活不過來了。所以對於人性，大家
真的是要有足夠的認知和警惕呀！一声嘆息，点个訂閱，下期再聊。